坦白和你说吧，没有了投保户的信任，你的企划案做得再好都没有用的。商誉，投保户的信梅氏任。卖的是保险，但是集团现在传出这么多负面消息，你说有谁会相信一个连自身经营和形象都做不好的公司，能够给自己10年甚至20年、30年的保障？要是你，你能信吗？不得不承认，学长说的很对。这就是当初梅董请求梅高米入股的原因。梅氏不仅需要梅高米的资金，还需要梅高米的担保，这样才能增加市场对梅氏的信任。那以后就请学长多帮忙了。他若是肯让出更多股权来赢取梅高米对梅氏的信任，自然就能获得大笔的注资了。学长，梅氏可是我爸大半辈子的心血，他能主动让出主导权给你，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。如果你还逼他让出更多的股权，甚至放弃经营权，这就太过分了。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什么办法呀？和我合演一出戏。合演一出戏？现在的媒体都喜欢捕风捉影，你是梅氏集团的副总，又是梅董事长的千金。如果能和我这个梅高米的股东代表传出暧昧消息的话，那么梅氏的股价自然就会立刻飙涨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早上特别有意思。嘿嘿，有一个人啊过马路，为了抓那个什么精灵，走着走着撞到那地上一个，咚一下，把那个眼睛找不到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真的吓死我了！这个臭校宝，竟然一副无所谓的没事人一样。吓死我了！哎，梅副总。有事吗？韦经理，你没事吗？没事啊。看来你挺惬意嘛。昨天被姥姥赶出家门，你毫不犹豫就离开了。难道又去找哪位女神讨安慰了吗？哎，你吃醋也要分场合好不好？这是在公司，不是在家里，太酸人了吧？我没有在吃醋，我只是讨厌花心男，更讨厌那些没有良心的无情郎。如果你的心还没有定下来，看到美女就沾花惹草，你送我10副耳环都没有用。哎，梅小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定情物，你怎么就随便还给我啊？是，怎样？我就是太傻太天真了，我竟然想把我的幸福都给他，我真是傻透了。看来梅梅因为王可儿的事对韦孝宝误会很深，这下孝宝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面对感情危机，孝宝还能像以往一样左右逢源，情路顺利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哼，为了这么一些小事就跟我发脾气，看来我们是需要冷静下来。我决定了，我要放假。放假？厉害！喂，姥姥，我刚到酒店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很好，小宝，这几天要委屈你了。哎，我不委屈，只是担心杨妹会胡思乱想。等事成之后，你一定要帮我跟梅梅解释清楚啊。这个你放心。那谢谢姥姥了。好，接下来该点个外卖了。孝宝那儿已经开始行动了，我也该做点事儿。你担任的清平律师多年，当年江明铁工厂官司，你应该有经手过吧？所以想来问问你，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秘密证人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秘密证人的出现，
的确让律师团的士气大振，而且也赢得了官司。从感情层面来说，对于那些受害的家属，的确残忍了一点。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看，公司的确赢得了权理权法，处处站得住脚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已经成定局了。可所谓的秘密证人，经过那么久了，应该能解密了吧？你是不是可以给我透露一下，让梅梅见见他？如果他已经不在世上了，见见他的家人也行啊。这有点违背我做律师的职业立场。梅梅不是不讲理的人，既然那个案子于理于法，公司都站得住脚，那就让梅梅对案情有更深一层的认识，这样她就可以消除对清平的误会了，岂不是很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帮你找这位秘密证人。那真是太感谢您了。可算了。进来，谢谢。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啊？快衣服脱给我！这都够快的了，衣服也现租的。你干嘛呀？先脱，边脱边告诉你。来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姥姥，我韦小宝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梅梅的事情。如果我骗人，我就出门被撞，走路累死，吃饭被噎，喝水被烫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快起来，跟我来。哎，姥姥，你要我到你那房间里来干嘛？小声点儿，来我房间说，才不会让梅梅听见。哎，姥姥，难道你有让梅梅原谅我的好方法吗？不是，我是要你跟梅梅吵架。什么？姥姥，你这是安的什么居心啊？等一下，姥姥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神奇的计谋啊？计谋是有，神不神奇就不知道了。我是要你借着跟梅梅吵架的这个机会，有理由去跟公司请假，然后去调查梅梅她妈妈留下来的线索。这手札怎么脏了呀？我打扫的时候不小心掉进水桶里，多亏了那桶水，才让我发现到日记上面的字迹印子。字迹印字在哪儿？我为什么看不到？给我。清平，我走了，别找我，我都知道了。但你放心，我不会交给别人。君子爱财，回头是岸，你好自为之。山宜胜利路570号。哎，他那话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也不太懂。你脱裤子干嘛？不用脱裤子。啊，其实要我说啊，就是普通留言。事情没你想那么简单，你继续听我跟你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诗诗写给清平的离别信。之前我一直以为诗诗是因为白傲琴的介入才离开的，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那诗诗阿姨好像藏了什么东西。那才是她离开的关键，也是我要调查的。所以这上面的地址，就是诗诗阿姨藏放东西的安藏地点。所以我要你去帮我找找看，看是不是能够找到这个诗诗口中不能够交给别人的东西。姥姥，就算要去找东西，
也不用我跟梅梅吵架吧？你也知道梅梅那个个性，我如果不把现在这个误会解开，我估计我跟她的感情就要入土为安了。我也知道这是下策，可你没注意到我们家外头最近多了一个穿西装的小伙子吗？哦，早就注意到了。那个是梅梅的爸爸派来保护梅梅的吧？毕竟我已经不是他的特助了。与其说是保护，倒不如说是监视。监视？自己的爸爸干嘛派人来监视自己的女儿？我认为梅清平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。可梅梅才刚认了这个父亲，对他总是会有很多美好的想象。我不想让梅梅为了这事儿为难，所以才想让你私底下调查这件事。姥姥，你不去做私家侦探，这实在是太浪费人才了。别贫嘴了，怎么样啊？哎，姥姥交代，使命必达。你是说现在正有人盯着你？所以我才伪装成这样，来避开我未来岳父的耳目，懂吗？啊，懂。对了，我离开之后，你就伪装成我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等我电话，确认吧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学长，梅董事长，爸，学长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我约的。梅副董，梅梅之前擅自召开网络直播，对公司造成不小的影响，也让你在梅高米的股东面前很难交代。这都怪我没把梅梅教好，所以今天特地摆酒向你道歉。董事长，我不会这样想的。你是梅梅的学长，当然不会怪她。但是职场上是讲规矩的，况且你也受到梅高米那边不少的压力，这些都要让梅梅知道才行。我确实没有顾虑到这一点，想的太少了，对不起学长，全是我的错，我自罚3杯。哎，别喝太快了，饭都还没吃，这样容易醉的。一会儿吃点东西再喝吧。这梅副董对我们家梅梅还真体贴啊。其实梅高米那边我都担下来了，梅梅可以不用在意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我更不好意思了。那今天这顿饭我请，这酒我必须也要干了。那就开心的喝，不要有压力。我敬你。啊，那就一起吧！啊，来，干杯。568，569，569，570。哎，这里怎么变成一块空地了？爸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有小刘送我就行了。那你们年轻人好好聊聊啊。小刘，我们走。哎，好，慢走。哎，再见啊，再见。去走走吧。嗯，好。空地都时隔20多年了，
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可能是刚刚喝了点酒的原因吧，头有点晕。喝了酒身子热，小心一会儿风一吹着凉了。他两个人好像好面熟，好像是梅氏集团的高层。学长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很受女孩子欢迎嘛。你倒是和以前不一样了，更有自信，更漂亮，更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更有魅力了。谢谢学长。对了，上次问你的事儿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其实后来我和梅董也有讨论过，要怎么样为梅氏解套。有什么好方法吗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目前为止，最有效的方法还是上次的提议。可是那样的话，需要学长配合演出，那实在是太委屈你了。我没关系。事实上，我希望我和你之间不只是演戏，而是正式交往。学长，我知道你现在有微笑吧？在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前，我愿意等。现阶段如果只能演戏，为了你，我愿意。学长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好像真的喝多了。先别动，有人在偷拍。学长，我们回去吧，姥姥还在家等你。送你回家吧。学长，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太晚了，我就不请你进去了。没问题，下次再专程拜访。对了，你说今天有人偷拍我们，是真的吗？啊，我看到了，估计明天应该就会有关于我们两个的新闻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放心吧，我的决策对梅氏是绝对有利的，你等着看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明天见喽。明天见。路上小心点啊。都办妥了吗？放心吧，明天网络上就会有报道。副董，你看到前面那辆车了吗？有人在监视梅副总。应该是没清贫的人吧，连自己女儿都监视，真是只老狐狸。刚刚梅超风送小姐回家了。那韦小宝嘞？还没出房间？好，我知道了，继续监视，别让他坏了事。姥姥，又是超风送你回来的？你怎么知道呀？我听到车的声音啊。他对你可真好哎。对呀，超风学长最近可忙呢，公司如果没有他的话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公司的问题真有这么严重啊？公司在经历了几次争议案后，声誉明显下滑，再加上我火上浇油，把16年前钢铁厂的案子翻出来了，保护们都看在眼里，现在都没人肯信任梅氏了。那超风有好的建议吗？不能隐瞒姥姥，有话直说。学长说，爸，你还没睡啊？你还要去医院？哦，我回来拿个东西，马上就去。小曼，
不是爸说你，为了李志成，你是家也不回了，班也不上了，你这么做对吗？可是当初不是你同意让我去照顾李志成的吗？还派人保护了我们，怎么现在就借题发挥，反倒怪起我来了？你就老老实实的回到医院去看那个李志成，一直看到他活过来。怎么能这个样子啊？你跟你爸商量了没有？他也同意了。没事保险可是爸爸一生的心血，他好不容易从白杨晴手里夺回来，现在又面对失去的危机。我每次看到他失望的表情，就想代替妈妈站在他身边守护他。姥姥能理解，也是觉得你妈当年对你爸不告而别，太过绝情，想要替你妈弥补过错，才愿意选择这个方式帮你爸。可其实，你妈并没有亏欠你爸，反而什么？总之，那是他们上一代的事。你为了拯救公司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太不值得了。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名声太重要了。姥姥，你所说的一切我都知道，只不过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。再说，学长愿意这样帮我，也是我的信任才是啊。那孝宝呢？你打算怎么跟他交代啊？那个死孝宝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，死不道歉，一走了之。既然他心里没有我的话，那我何必在乎他呢？我跟学长的事情，等他道歉了再说吧。我先上去了。孝宝啊，你动作可得快点啊！哎呦！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吗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是啊，是。我们就是，对，我和美美的确是大学同学，但是我们的感情已经从同学变成恋人了。对，我在没事工作嘛，和美美相处的融洽，日久生情也是很正常的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你看有效果了吧？一大早就有记者打电话来问这件事，而且大都是财经记者，不是八卦杂志。也就是说，我和你的消息一出，大家都认为美高米会力挺美氏集团的。接下来可以预测的是，公众会对美氏恢复信心，银行界会愿意投资，我们也可以正式推出新保单，创造营收。这样子，美氏的财务状况就会逐渐得到改善了。真希望这天早点到来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演下去了。怎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？是不是我们交往的消息惹得你的正牌男友不高兴了？别跟我提他，提到他我都生气。好，不提他。但是既然我们要演戏，就得把戏演足了。以后我们每天中午都得一起吃饭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忙，先回办公室了。那我先去忙喽。看来梅副总这一次跟韦孝宝吵得很凶。听说韦孝宝今天又请假了。不要看美美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，在感情上她可是不容瑕疵的。韦孝宝这次如果不低头，两个人势必冷战到底了。冷战可是比吵架更有杀伤力的。这件事当年所有的诉讼资料、嘉明钢铁厂官司的文件都在里头。
只不过并没有那位秘密证人的资料，而且我也无从考证。或许徐总会比我更加清楚。多谢麦达律师，能够得到这些资料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不足的，我再自己想办法。有任何需要，尽管开口。我姐姐秋山呐，那里的房子多年前就拆掉了。你要是早点来找我呀，你这趟也就不白跑了。施翠阿姨在这里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突然搬去山姨家？我记得呀，那年施翠突然提出要搬家，我就介绍她到我姐姐那里。结果家还没搬成，施翠就动了胎气，住进了医院。医院那边呢，通知兰妈妈那边，她才被接回去。我来帮你拿吧，不方便。太脏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多年了，我都一直没整理呀，这里头。妹妹，你看那边有一个熟识的财经记者走过来了，表现的自然一点，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情侣。好。哎，梅副董，我看到二位刚用完餐，请问方便打扰几分钟吗？可以，请坐。好，谢谢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梅副总，自从你任祖归宗以来，就开始着手大力推动梅氏集团的计划改革，是吗？是的。那既然如此，又怎么会做出那几件自揭伤疤的事呢？伤疤如果一直捂着就会烂。梅氏想做一个正直有诚信的公司，就要勇于面对之前的错误，在改革中求进步，这样让广大群众更加信任我们公司。梅先生，长远来看，梅副总的做法虽然对公司有利，但是在短期时间内难免会对公司造成冲击，甚至影响公司资金的支持。所以，对于这几件事，我想知道梅高米的态度究竟如何。梅高米的态度当然就是完全支持梅副总改革。是因为两人正在交往的缘故吗？现在舆论疯传两人正在恋爱的话题，说是梅氏集团终于找到金主了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两人真的在交往吗？对，我们是在交往，而且未来还有结婚的打算。学长，我们不是……但是我不认同你刚才说的那个金主什么的。我和梅梅是事业上心灵契合的伙伴，她想做的事就是我想做的事，所以结婚后支持她的企业是再正常不过的了。可是你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？你要醒过来，听我说说话，安慰安慰我，骂我是傻瓜，这样我才能感觉到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乎我。志成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你要能听到我说话，你再动一下手指。医生，医生快来！医生快来！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
学长，你学长，梅梅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梅梅，从现在起，我只属于你。我会用一辈子的爱守护你，珍惜你，给你幸福，给你你想要的一切，做你一生一世坚实的后盾，替你遮风，替你挡雨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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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梅梅，嫁给他。我爱你，永远爱你。结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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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婚。学长，梅梅，嫁给我吧。什么？李志成醒了？到底是动了还是醒了？没用的东西！小刘，罗市长，马上送我去医院。是。谢谢。学长，我知道刚才一切都在演戏，所以尽量配合你，不穿帮。可是你演的也太过了吧？既然准备好婚戒给我戴上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梅梅，我刚才是真心诚意和你求婚的。学长，你在胡学些什么呀？车里只有我们，你还要继续演下去吗？我很担心你演得太投入，到最后无法收场。我都这么正式的跟你求婚，你也当着大家的面把戒指戴上了，现在你又说要考虑，谁会相信呢？你如果这么坚持要把戒指拿下来，大家会认为梅氏与梅高米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看，我求婚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被上传到网上了。依照我对媒体的了解，他们多半会认为梅高米将不遗余力地支持梅氏，这意味着梅氏的危机将会解除的。你就算不给我机会，也得给梅氏一个机会。你现在手上戒指的去留，将关系着梅氏的存亡。好，我答应你，继续和你演下去。但请学长牢记，这只是一场戏而已。我明白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会认真演好这场戏，演到让你心动。演到让你明白，在我的心中，你的命是比我还重要的，我才是那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人。我相信，也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喂，真的吗？嗯，好，马上过去。Simon， 你能送我去趟医院吗？小曼，啊，你刚刚在电话里说志成醒了，现在是怎么回事啊？刚刚我在跟志成说话，他突然动了动手指。我就赶紧去喊医生，医生说虽然还没有苏醒，但是有好转的迹象。
这真的太好了。不过医生说他现在是从重度昏迷转为轻度昏迷，让我跟他多说说话，还是有机会让他苏醒的。只是也不知道要说多久的话，他才能醒过来。志成有进步就是好事儿，你别放弃，好好照顾他，他会越来越好的。爸，董事长，曹峰、梅梅，你们都来了。对呀。爸，志成只不过是动了动手指，还没真的醒过来。您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过来看他吗？小曼，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？梅梅，别怪小曼，昨晚是爸不对，说话伤了小曼。小曼，爸不是有意的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至于志成，虽然他现在不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但是他在公司服务多年，尽心尽力。现在是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怎么可能不闻不问呢？刚才我已经交代医院要全力救治，连医疗费我都安排好了。小曼，爸爸都这样说了，你不应该道个歉吗？爸，对不起，那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跟你顶嘴的。没事了，你是爸的女儿，爸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脾气嘞？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情说开就好了，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嘛。不好意思啊，超峰，让你看笑话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们就快成为一家人了嘛。听说你向梅梅求婚，梅梅同意了，恭喜你啊！谢谢董事长。荒唐！你怎么可以拿感情当做手段呢？啊？校宝知道这事儿吗？别跟我提他了，是他自己花心被抓，姥姥赶他出门，二话不说就离家出走。公司请假都没有去，我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他呢。那你就更应该找他回来才对啊！是他应该回来找我，跟我道歉才对吧？不管怎么说，你都不应该跟超峰走这么近。本来你就和校宝关系有那么一点问题，那在这个档口上，你还答应超峰的求婚，不管是谁都会信以为真，只会让你和校宝的关系雪下加霜嘛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要不是为了保住公司，我才不会这样做。公司可是爸爸一生的心血，现在声誉严重受损，岌岌可危，我只能这么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因为我和我妈把公司搞烂了，所以逼你出卖感情，去收这个烂摊子吗？小曼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现在情况真的很危急，我不能和你一样只管志成，不管公司。你刚刚还说让我好好照顾志成，现在又说我不管公司的死活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小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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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门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开门啊！你不用解释了，我现在没有心情听。你赶紧回去吧，别吵到志成。小曼，开门啊！小曼，小曼，小曼。小姐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保持安静，不要影响病人休息。不好意思啊。小马，哎，瑞豆，怎么公司就你一个人啊？嗨，别提了，那壮壮不是出差去了吗？那校宝刚打电话说要继续请假，那所以就只剩我一个人在这留守了。不过你看，我这手上还有这么多事都要处理，我这根本就忙不过来呀。会打电话来公司请假，就不会给我打个电话道个歉吗？梅副总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，我刚刚说现在人手不够，这业务也推动不起来。梅副总，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？梅副总，来，怎么了？
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好。好了。梅副总，白白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梅副总，我有一件事情，我挣扎了很久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但是后来看到李总因为公司的事情而被迫离职，后来又传出跳楼事故，现在在医院昏迷不醒，我实在是憋不住了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接说吧。是关于梅董跟李总之间的事情。要是你想听的话，我先把门关上。关上吧。振怡啊，我看，要不你还是想想把东西放在哪儿吧，不然这样找下去，也是白费力气。你呀，先别着急，你喝点水，再坐那歇会儿。我找你别。怎么会这样？